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4日晚间17点44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美股美股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内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它将要进行一轮反弹，反弹过后呢，它的下跌周期将要变大我认为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目标位将要到达31000点，这是一个120周的均线的位置。同时呢，美股最近要加息，美国要加息，加息的这个会议在会前或会中会议落地的时候，我认为是有反弹的每次开会美国开会就会出现上涨，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加息预期落地之后，还要回到正常的下跌趋势当中，所以我最终认为美股还要回到它的下跌趋势当中，最终在周线级别上形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到达31000点。比特币在特别小的时间级别，也就是15分钟线上出现了一轮反弹，这个反弹的低点是在3755，高点是在319。那这样的反弹呢，还不足以扭转当前的一个下跌趋势。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在4月26日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这根阴线呢是跌破了箱体的震荡过程的跌破之后呢，我认为4月26日这根阴线呢叫做悟空阴线，后面4月26日之后到今天5月4日的震荡，所有的震荡呢我都认为是一组妖怪 K 线妖怪 K 线是围绕着这根悟空阴线来进行的震荡，围绕着悟空阴线实体部分进行的震荡。那么这轮行情呢，从3月31日开始进行了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呢，我用紫色方块画了出来，中途我们经历了4月6日的这根非常重点的阴线，这根阴线呢跌破了去年3、4、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牛熊分割线，在44000点的牛熊分割线。这轮下跌西游，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呢，比特币出现了一个熊市的特征，从4月26日开始，新的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也就是在这轮下跌过程当中，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下跌由开始，4月26日我认为是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后面所有的震荡都是围绕标志性阴线产生的妖怪，也就是说4月26日这根阴线的实体部分要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最后呢走出它的新的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我仔细画一下，新的一轮下跌西游分别是以悟空阴线4月26日这根阴线做起始标志的这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呢，我认为目标位是在35000美金附近35000美金附近是这一轮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同时呢，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处在一个周线级别的杀生位的这个位置上。为什么说周线级别杀生位呢？4月4日这根是悟空阴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然后4月11日这周是八阶阴线，后面三根是杀生阴线，杀生阴线多震荡，杀生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那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目标位呢，我们说了和两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目标位是同时的同一个位置的，都是在35000美金这个位置上。在当前4小时级别上我们说了我画出了一个股价，这个股价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同时呢这里面有一个矩形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下跌它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很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小时线级别的反弹。那这轮反弹呢，当前时间级别的反弹呢，我认为可能发生的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的反弹上方存在一个阻力区间，这个阻力区间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已经接近箱体部分39000美金这里。上方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位，这个阻力位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中轴线的部分也就是筹码密集区在4万美金上形成的一个阻力位。那在反弹过程当中有阻力位，阻力位的位置阻力位的附近呢，就是我们在反弹过程当中建仓空头仓位的一个时间点和一个价格点和一个价格区间。第一点呢是行情当中目前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第二点呢，行情当中出现反弹接近
阻力位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4万美金阻力位的这个位置上，是我们进场空头的一个机会。那第三点呢，如果出现跌破的情况下，如果跌破37700到37500这个区间，我们同样可以追空的。追空呢，我们也有现在也有理由了。为什么说有理由呢？因为底部这个位置啊出现了3次的波谷啊，底部的这个位置在跌破箱体下沿之后出现了3次的波谷。江恩的法则告诉我们呢，如果出现4次波谷等位置波谷的话，就是可以进场空头的一个时机。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啊，非常容易出现下杀跌破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趋势下行，我们找到了一个开仓的位置，在4万美金的这个筹码密集区形成了一个开仓位置和下方低点的这一个开仓的位置，那我们就可以布局我们仓位了逐渐布局我们的仓位了。那现在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我们处在一个妖怪的这个位置上。为什么说妖怪呢？4月26日这根阴线呢是标志性阴线，悟空阴线。悟空要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才能走出下一根 K 线也就是8阶 K 线。悟空阴线、8阶阴线、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组，最终呢完成这第2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洗筹所以在下行趋势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在4小时级别的一个股价的结构上我们找到这个进场的位置分别是4万美金的阻力位和下行过程当中37700美金、37700美金的这个追空的这个位置两个位置都是我们进场空头的一个时机。以太坊这里结构非常清晰。首先呢，紫色方块我画出来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分别是悟空阴线组、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但是呢，这轮行情当中新的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我认为是以4月30日是标志性的悟空阴线的。但是呢，在反弹过程当中，这个反弹呢把这个悟空阴线杀死掉了。那所以呢，目前以太坊在日线级别上还没有出现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标志性的 K 线。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反弹主要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反弹呢是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我们做空的点位呢，我认为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它的点位大概是在2920美金这个筹码密集区附近是可以进场的。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目前我们和比特币一样处在一个沙僧位的震荡的位置。首先这里是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目前处在一个沙僧位震荡的这个位置上。沙僧位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如果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洗筹，我们最终的目标位将要达到2600美金。2600美金是去年3、4、5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的支撑。在2600美金，2600美金一旦发生跌破，周线级别的下跌空间将要打开。也就是说，发生一轮周线级别下跌洗筹之后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级别上将要放大到月线级别。那月线级别上，实际上我们处在一个8阶的位置。首先这里是悟空，然后是8阶的阴线8阶的首阴，然后8阶的所有杀死妖怪在月线级别上。那下方呢，我们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可以让我们空头方向得到获利。那在4小时级别上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目前正处在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的途中。在4小时级别反弹的途中呢，我们要找到筹码密集区，大概是2900美金附近也就是我们可以进场空头方向仓位的一个时间点和一个价格点。最近 APE 和 GMT 还出现了一个分歧我昨天说 GMT 还是比较强势的，相对来说呢，它处在一个4小时级别震荡整理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结构还没有完全走完，这个结构呢在 3.2 到 3.3 附近，如果发生跌破的话，跌破的指的是它跌下去不收回来了，并且在4小时级别上连续的下行现在这种情况呢，虽然是小幅跌破了 3.3， 但是无所谓，这个 3.3 呢还没有出现一个4小时级别的实体阳线、实体阴线去确认它这个真实的跌破。所以呢 GMT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势，特别是在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洗筹完成之后首先是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洗筹，然后4小时级别调整，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洗筹，4小时级别调整，目前处在第3轮日线级别的上涨洗筹的8阶的这个位置上。
首先是悟空阳线，然后八阶阳线，八阶阳线后面出现了非常多的震荡啊，做这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 APE 就不一样了，无聊猿啊，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调整的一个趋势。首先这里是悟空阴线、八阶阴线沙僧阴线组，目前处在日线级别沙僧阴线组，它已经跌破了4小时级别调整的这个概念。4小时级别调整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调整，调整之后没有反弹，没有形成这个收敛三角形直接下行跌破了，发生了跌破，它的时间级别调整的时间级别放大了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日线级别上涨之后，如果做对称性的日线级别的下跌的话那么它的上涨就宣告结束了。因为行情如果正常上涨趋势的话它是大的时间周期上涨，比如说日线级别上涨，然后回来做小日线级别或者4小时级别的调整，调整结束之后然后再次做日线级别的上涨。那它现在做的是日线级别上涨之后日线级别的下跌所以呢它的上涨趋势已经结束了。类似这里类似 Waves 这里 Waves 的前面涨幅非常快，它做的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分别是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然后上涨结束之后做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分别是悟空阴线、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这样的话它的上涨趋势就宣告结束。如果一段行情发生了对称性时间级别的上涨和下跌，那么它的上涨趋势就要宣告结束。那如果一段行情做了日线级别上涨，比如说日线级别的上涨之后做小日线级别或者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它的上涨趋势就还在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一定要理解这个时间切换之后时间切换之后行情盘面自动的逻辑运行的逻辑懂得这个之后，你就会了解我说的GMT 的强势它还在强势的上涨的空间也有，趋势还在，但 APE 它已经结束了它在日线级别的一个上涨趋势第一轮的上涨趋势。理解这个在行情当中你会比较好做一些，相对来说容易获利一些。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